有人说呢，过去20年房价很高啊，我就后悔呢当初没有买房子，因为当初呢在房价便宜的时候，如果买了房子，现在呢可能身价也翻了好几倍。但是现在房价已经这么高了，那么我还能不能买房子呢？那未来2年房价具体会怎么走呢？今天我们一个视频给它说清楚。那具体房价到底是涨还是跌，我们主要呢要看3个方面的信号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搞清楚过去20年为什么房价一直在涨，从来呢都没有停过，即使有短暂的下降，但最终呢会出现爆发性的上涨。那首先呢还是说我们的需求量比较大，那过去呢这个人口是从农村向城市当中发展的，那么人到了城市发展就会有需求，需求量大，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城市的房价变高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很多人看到了商机，把房子呢作为一种商品大肆的炒作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炒房客，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家庭，以及呢大型或者是上市的企业，他们有资金啊去炒房子，共同呢去抬高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的房价。还有第3点呢，就是货币宽松的制度，大量的钱呢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。03年非典以后呢，开始楼市的救市，当时呢就是货币宽松。到了08年金融危机以后呢，还有4万亿啊救市的计划刺激楼市，导致到呢这个房价也是上涨的，因为钱呢大量的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。那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，自从房住不炒以后呢，2021年就是房产的转折之年，到了2022年就是房产的定型之年，它会影响以后几十年的楼市。那么你看到2022年的楼市有哪些变化呢？第一就是疯狂的救市，这在以往你是想都不敢想的。第二个呢，发生了烂尾楼停贷，这在过去20年也从来没有过的。过去呢有了烂尾楼，老百姓呢一方面还着贷款，一方面住不着房子，去维权呢很难，但是最终呢不了了之。但是现在业主集体停贷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楼市真的变天了。还有呢，我们甚至可以延伸一下，未来呢随着这个人口减少，少子化的出现，那么我买房子会不会直接奖励房子，或者说买房子有生育补贴啊？如果你生2胎可能会奖励10万或者是5万等等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？就是因为呢房地产的逻辑变了，房地产的模式变了，再像过去20年那样呢已经行不通了。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讲呢，再疯狂的拿地建房子赚取利润不行了，对于炒房客来讲呢，再拿房子炒房也不存在了，对于老百姓来讲呢，一味的投入房地产市场也不现实了。那么我们要看哪几个信号呢？3个信号。第一个信号呢，就是银行不太好过了，利息越来越难收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过去20年很多人买房子用到贷款，这个利率是谁定的？不是我们，是银行，对吧？除了我们有公积金，利率呢常年保持在 3.25% 以外，剩下的商业贷款利率那可以说忽高忽低。你有可能呢会享受到 4% 的利率，你也有可能呢会享受到 7% 的利率。总之呢，这中间的差异化是很大的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银行是赚得盆满钵满的，但是现在银行的金融风险加大了。为什么加大了？第一，停贷的事情越来越多了，也就是说弃房断供的事情越来越多了。第二呢，就是经过20年的发展，房地产当中呢，居民的负债率居高不下，而且越来越多。同时呢，通过这个疫情呢，让很多人意识到一个问题，现金为王，所以呢，居民储蓄的意愿也越来越高。一方面负债高，一方面存钱多，那么银行的利息呢就不好赚了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，以前的银行呢只是传统上的银行，但是现在互联网银行也很多，老百姓的选择也变得多了，所以说呢，僧多粥少，那么就导致到银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。未来可能在买房子的时候，这个利率还会持续的下降，这就是呢银行一个传统的模式到现在模式的一个转变。未来我们买房子，利率只会越来越低，不会呢越来越高。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呢，就是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我们现在呢一提到中国啊，就是说我们的制造业非常发达，我们呢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将来呢还会是世界第1大经济体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几十年就走过别人100年才能走成的路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。过去经济为什么高速发展？就其实离不开房地产的高速发展。
那么我们讲人口向城市当中转移，这是过去20年发生的一个变化。那么进城以后就有了需求，有了需求怎么办？我就疯狂的买房子，有了买房子，那房价涨了，经济呢也上去了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。2000年的时候呢，城市化率只有36%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快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啊，已经达到了65%左右。那么城市化率在过去20年的扩大，那就是呢不停的建房子，不停的拆房子，所以说呢资金大部分都流入到了房地产市场当中，而房地产呢又影响了80%的其他行业，影响着老百姓的民生。那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就拉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。那现在呢，这一切都结束了，从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。你可以看到呢，给开发商3道红线，到现在呢，开发商没有缓过劲儿来。而且呢，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人口出生率下降，老百姓购房信心不足，一直观望，还有呢，房子严重的过剩，空置率增加。那怎么办呢？未来房地产的一个发展方向呢，肯定是坚持房住不炒的，但是呢，它会从量到质的转变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不缺房子，我们缺的是高质量的房子。那么未来呢，那些处于郊区的房子，或者说呢，很多3、4线城市空置的房子呢，肯定是没有人要的。未来呢，核心地段的房产才最值钱。这就呢非常考验开发商的实力，所以呢你再结合现在我们所说的要变成现房销售啊，对吧？那就是呢从量到质的一个转变。那么还有第3点的变化呢，就是经济转型在即，我们不会呢再高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来发展经济，这也是呢过去1-2年提到的。为什么要提到呢？因为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高房价，高房价的危害是很大的，它会产生了大量的房地产泡沫，有可能呢让经济倒退，影响民生，让老百姓呢破产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从2020年开始呢，这个棚改就结束了。棚改结束呢，就意味着钱不能够大量的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。还有呢，未来房地产税会全面的铺开。为什么要铺开呢？因为这样才能够保证地方政府的持续收入，才能够保证一个城市经济高速的发展。那么还有呢，在去年提到了这个经济内循环。经济内循环呢，其实就是消费，但现在的人不愿意去消费，居民呢储蓄的意愿太强烈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够通过增加老百姓兜里边钱来解决。那怎么解决呢？其实不应该发展呢房地产，应该呢扶持实体经济啊。很多人说房地产不就是实体吗？但是你要知道，房地产呢，它同时也是个金融行业，它具备呢一定的特殊性，所以呢不能够过度的依赖。到最后，我们能够依赖的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做的实体经济，比如我们说的这个传统行业，工厂啊，对吧？这些，那么只有呢老百姓兜里有钱了，才能够进行呢经济内循环。内循环好了，经济上去了，那么呢我们的经济才能够更加的发展。当以后房子不再是我们所关心的，那就说明了房地产真正的做到了房住不炒，这也是未来2、3年甚至是10几年房产的一个变化。那么未来房价怎么走？房价不会再出现大涨了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